我不去了，姐姐，我想通了，我舍不得爸妈。这留学名额你替我去吧，我要留下继承沈氏药业。你这个逆女！我卖了大部分铺子，给你找门路托关系，才得到了出洋留学的名额。你知不知道这是多难得的机会？我不管，我就要继承沈氏药业。沈雨堂，这次就等我把你扫地出门吧。他竟然也重生了！上一世我一人撑起沈氏名利双收，他却勾结我的未婚夫陆子成，被我扫地出门。真以为沈氏药业是什么香饽饽吗？西药愈发流行的时代浪潮下，沈氏药业一落千丈。沈氏现在到底处于什么状态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。父亲，药厂的亏空补不上了，为什么账上连1分钱都拿不出来？沈家的家底到底去哪儿了？到底是女儿家不中用，遇到点事儿就知道回家来逼问父母了。堂儿，你妹妹一个人只身去海外，那外国人凶神恶煞的，怎么能没钱傍身呢？你这个当姐姐的，就不知道心疼一下妹妹吗？就是，我把沈氏药业交给你，这就都是你的事情。我跑遍了上海所有的银行，放下所有尊严，低头哀求，去报社登报找投资人，被拒之门外。我拖着最后一口气回到家，才发现家已经被父母卖了。他们拿着家里最后的财产，卖了府邸仆人，连一句话都没留，就登上了去找沈雨薇的船，却在路上遭遇海难丧生。那段黑暗而绝望的日子，历历在目。这一次，你就跟疼爱你的父母撑起沈氏吧。微微怎么没上船？那我也不去了。你知不知道这是多难得的机会？你抽什么风啊！我不过是沈家众多药店里其中一个掌柜，也就是你长得人模人样，读书成绩不错，才讨得沈老板欢心，早早给你和大小姐定了过的婚约，就指望你以后入赘撑起沈氏。你现在下船，你疯了！姐姐，我和子成一定会撑起整个沈氏，你可要好好读书呀！撑起整个沈氏。如果不是我有幸资助了一位归国科学家，受到贵人赏识，一路扶摇直上，这才名利双收。可他却认为是我抢了他的东西，甚至最后联合我的仇家给我设局。他们心疼的不是我，而是塞到行李箱里的半数家产。好巧，姑娘认得我？但线下不就认识了吗？是了，在下张之如，潮州公派学生。留法学生张之如，上辈子他是研制出抗生素的科学家，也是我唯一的挚友。你好，沈雨堂。父母偏心，给沈雨薇和陆子成定的是船上最好的2间套房。现在陆子成没上船，房间空着也是浪费。张之如，你父亲救过我，我上船时父母多订了一个套房，我请你住过去，就当是我在报恩。沈小姐，在下还是没记起家父有救过你。那我和你说，以父为天，出嫁成夫，恭淑贤柔，不得反抗。这种违背男女平等的错误思想根本不值得传播，尔等休要残害国家的下一代希望。外滩那场集会，当时危急关头，是张老师伸手推了我一把，将我护到了安全处。之后张老师被他们带走了。你也在那场意外里，那是我父亲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。但那是我父亲的恩情，我还是不能以此住在您的套房。你真是正直的过分。不白住，
你教我洋文礼节，房钱当做报酬，怎么样？这报酬太重了，张某受之有愧。你现在住的地方不提供电灯，而我旁边的房间既没人住，又整眼供电。你我都是要为国家崛起而读书的人，做大事者不该拘小节，你说对不对？我直到1个月后才意识到，我登上的这艘船是驶向未来的一艘时代之轮。我无比庆幸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给神与微备的这份资产，现在成了资助这些未来大佬的基金。人生是由选择组成的，我已经看到了那个广阔的天地。出国求学本该自强，不应该靠家中钱财贪图喜乐。快把钱汇回来！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家里快揭不开锅了，你还在国外快活，再不打钱回来，我们就断了你的学籍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沈氏的亏空已经补不上了。上一世，父母卖了宅子，仆人卷钱逃走，留我一个人顶着巨额债务。我才意识到，他们把家业改成我的名字，只是为了让我当替死鬼。最终出于无奈，我把半个沈氏转让给了竞争对手宋家抵账，自己一个人逃到租界寻找机遇。沈雨薇，你一定舍不得现在的沈氏。贫贱夫妻百事哀，我很好奇，你和陆子成在这种绝境下，还能维持多久的真爱？雨堂，你要回国？是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去做。比读书救国还重要。我们的国家既需要有人读书救国，也需要有人去抛头颅洒热血，还需要有人做那贩夫走卒、厂工、厨师、医生、律师。很多东西是来不及等未来的。你难道不会为此可惜吗？可惜吗？当然可惜，不能同他们在这样好的学堂读书。但至少我已经来过了，没关系，我已经见过了这个美好的地方，学到了我想要的东西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我们的家乡也会和这里一样美好。我们并不算分开，我们都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，只不过一个临时的岔路口，我需要先拐弯而已。张志如，我会在国内等你研究的好消息。号外号外！租界新式茶饮大受欢迎，连大帅府上的夫人都青睐有加，城中名流纷纷争相选购。这位二太太的喜好在之前可是引爆了整个租界的狂热，很快，这只股票会变成一股难求的香饽饽，甚至超过永安纱厂。小姐，拳头，这果茶股票才刚涨。拳头。他们竟然还没卖掉神符！雨堂回来了，快进来！看看我们家大女儿，总算回来了。堂儿，你在国外这几年，看来那份亏空对沈家还是有影响的。我的乖孙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没伤着手吧？耀白，听话，快来叫姨。要摆吗？妈，这孩子的父亲是谁呢？行了行了，刚回来问这些干什么？堂儿，赶了这么久的路，快坐下歇歇。你们都想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把妖怪弄带走，把这里收拾干净！孩子的父亲
当然是陆子成。姐姐，亏你还有几分良心，没在国外把那笔盘缠花个干净。既然回来了，就赶紧把钱拿出来。沈氏现在等着急用。你和陆子成在一起了？陆哥哥现在是沈家的赘婿，这几年沈家可全靠着陆哥哥在外奔波支持。你既然回来了，把钱交出来，家里自然也会留你一席之地的。父亲、母亲，你们也是这样认为吗？哼，你都是学过西方新思想的留学生了，难道思想还这么狭隘？一回来就执着于跟你妹妹抢男人，简直心胸狭隘，不知体统。堂儿啊，你妹妹这几年不容易呀，要不是她好不容易拴住了陆子成的心，咱们偌大的神府现在可要靠谁呀？要是没有子成在外头应酬，我们这一大家子早就流落街头了。你当姐姐的就不知道多心疼你妹妹吗？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无论出国留学饱受风霜的是哪一个，他们真正心疼的也只有沈雨薇这个小女儿。钱既然给了我，便是我的。凭什么是你的？那是沈家的钱，是父亲母亲给的，一切都是我的，你一分也别想拿走。妈，每当你需要我让步，需要我把属于我的东西让给妹妹的时候，你总会用这副虚伪的慈祥的模样来哄骗我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是你亲妈，我难不成会害你？那如果我说陆子成不是喜欢过她？大小姐，这是我和同学创办的自由报，我赠予你一份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。追求理想，奔赴热爱，那样单薄的身躯能发出这般高亢的呐喊，能投入这般有意义的事业中，真的太了不起了。可后来，他领着我妹妹从国外回来，明明是留了洋、学了新思想的人，却变得比任何人都腐朽自私。于堂，你一介女子，理应让出沈氏掌权，何苦在外抛头露面？偌大的沈氏怎能全落到你一人手中？雨薇是你亲妹妹，你即使怨我，总不能恨她吧？于堂，当初在国外是沈雨薇设计给我下药，逼迫我与她在一起的。我爱的从来只有你一个。那个创报救国、尊重他人的傲骨少年，终究还是变成一具披着人皮、自私自利的腐烂躯壳，真是让人不齿。而我又怎么会喜欢这种人？你竟敢这样说子成哥哥，你知不知？雨堂回来了，我特意赶回来。雨堂，钱是雨堂自己的。沈家虽然落魄，但我陆子成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就还能撑得住。别动不动就惦记别人的东西。陆子成，你个没良心的混蛋！之前他为了陪着沈雨薇，连出洋的机会都没丢掉，而现在他们两个之间，陆子成竟然成了主导者，果然是身份地位不同了，狗也当成家来了。子成说的对，雨堂坐了这么多天的船和火车，一定累了，快带雨堂去他房间歇息。堂儿，坐了这么久的船，累坏了吧？妈特意让人炖了参汤，趁热喝了，暖暖身子。堂儿，你离开家这么久，在国外吃了不少苦吧？妈心里怎么会不担心你呢？从小到大，你最是听话懂事了，妈心里都清楚。小时候，只要是你妹妹说喜欢的东西，不管是洋娃娃还是新衣服，你都毫不犹豫地让给她。在你们两姐妹当中，你永远是最懂事、最顾全大局的那一个。难道上一次母亲抛下我，真的不是出自她的本意？我渴望了一生的母爱，会不会只是我原来未曾发现？堂儿，妈手里就剩这点压箱底的东西了。现在沈家的亏空太大了，他们根本填不上。你留在家里，早晚会被你父亲拿去和租界那些富商联姻。听妈的话，你拿着这些东西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永远别再回来。妈，您收着吧，我有钱，而且有很多钱，我把这些钱都投在租界的大买卖里了，只要再等上一段时间，资金就能翻倍，足够我后半辈子花的了。您不用为我担心。翻倍？真能翻倍？好，
好孩子，那你可得把钱看好了。那你先歇着，早些睡。这羹有些凉了，凉了伤胃。妈钱断走，热热再给你送来。有救了！那死丫头亲口说的，她手里有大笔的钱，只是出去混了一圈，心都野了，防着咱们呢，一点也不知道顾念家里。你懂什么？她说她把钱买了个什么买卖，过几天就能翻倍。等我们先哄着她，把这笔钱心甘情愿的交出来，到时候拿捏了她，再把她嫁出去，这样两头拿钱，我们也就不用天天看陆子成那个废物的脸色了。没错，雨薇啊，这段时间你就先委屈一下，别跟他起冲突。等把他的底牌都掏空了，我们再把你姐姐嫁去宋家，到时候用这笔钱给你再找一个新的听话的赘婿，把陆子成这个只会靠脸讨好女人的废物给我踹了。那个陆子成整天靠着去求百货王家、珠宝李家的大小姐拉拢生意，真是丢尽了我们沈家的脸面。果然是我高看了这一家人，毁山的眼泪，2枚金戒指，甚至连那碗急忙端走的银耳羹，全都是为了套出我的钱财。谁在那里？雨堂，你不该回来的。陆子成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既然把我拉进来，为何不直接让父亲发现我？以你和沈雨薇的关系，把我关起来，逼我交出钱财，不是更符合你们沈家的利益吗？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做了错事的梦，在那个梦里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伤害了你。梦？什么样的梦？对不起你的梦，雨堂，不管你信不信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让雨强走你的任何东西，我会把沈氏药业夺回来，完完整整的还给你。陆子成，你说梦话的本事倒是见长。如果我没记错，耀博今年应该4岁了吧？雨堂，当初要不是沈雨薇在我的酒里动手脚，我又怎么会背叛你？我根本不爱她。我接手了沈家才发现，沈家在外头看着风光，其实内里只剩下一个空壳子。但即使是个空壳，我也绝对不会让沈雨薇和那个老东西把它抢走。雨堂，你不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为了撑着这个家，我天天在外面给那些有钱人装孙子，我快要撑不住了。还好你回来了。现在的沈氏虽然大不如前，但底子还在。既然你回来了，我想把它还给你，好不好？我累了，先回房了。每一次危机都靠着一个不同的女人来填补。陆子成，你这2世当真是把这张脸利用到了极致。嚼个筷子给谁看？你能不能像你姐姐一样懂点事儿？哼，整日就知道争风吃醋，果然不如你姐姐读书多，没出息。就是，雨薇啊，你要懂点事儿。你姐姐自小就让着你，现在一回来就为了咱们沈家整天在外奔波，你看你拉着个脸，让你姐姐心里多不好受。沈雨堂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你得到了陆子愁，抢走了父亲母亲的双心，你这就赢了吗？我们走着瞧。夫人最近神志不清，连话都说不明白了。来人，还不快把夫人带下去！雨堂，你没吓到吧？雨堂，沈氏的状况你已经摸清楚了，这笔钱到了，咱们到底该怎么解决眼前的危机？转卖半数门店，所得的资金全部冒进西洋参。西洋参转卖半数店面，是不是太多了？万一赔了，投资的是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不是太多，是还不够。为了表示诚意，这笔钱我个人再追加3000银元。你若不敢，那沈氏的事我以后便不再插手了。雨堂，那半数门店的买主我已经联系好了，是法国洋行的一位买办。只要我们今天签字，大笔的现银立刻就能到账。可这毕竟是沈家历代传下来的基业，我这一签字，
在你爸那边怕是不好交代。陆子成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沈家现在的基业早就成了一具空壳。若不破釜沉舟，不出1个月，沈氏药业连员工的工钱都发不出。西洋参的批文我已经通过法租界的关系拿到了，只要这笔资金全部拨进西洋参，等下个月洋行统一收购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净赚3倍。你若觉得无法向父亲交代，那这笔买卖大可作罢，我带着我自己的钱回租界便是。陆经理，大小姐说的没错，咱们账面上的流动资金已经枯竭了，如果不把这几个年年亏损的门店卖掉，下个礼拜银行的贷款就要到期了，到时候法院来查房，咱们可就什么都保不住了。好，听玉堂的，把合同拿过来，我签。老头子那边我去应付，只要这笔西洋兄的买卖成了，沈家以后就是我说了算。陆子成，你真以为自己是在拯救沈家？你变卖的那些门店全都是沈氏药业最核心的资产。至于那份西洋参的合同，不过是我送你上断头台的绞蛇罢了。陆掌柜，实不相瞒，要不是我们家老板也是刚刚归国的留学生，对沈氏药业这块老牌子还有几分情怀，就凭沈家现在的亏空，我们是绝对不会接手这些门店的。价格压40%，这是我们的底线。你若是同意，今天就能签字拿钱；若是不同意，陈某这就告辞。4成就4成，签字。仅仅过了3天，西洋参的价格就在租界药商的炒作疯狂飙升，翻了整整1倍。子成啊，这次多亏了你眼光独到啊！我就说沈家交到你手里，绝对出不了错。来，爸敬你一杯。陆哥哥，既然现在沈家赚了这么多钱，那我是不是能去百货公司把我上次看中的那套红宝石首饰买下来？买！你就知道花钱！沈家能有今天，全靠我在外面拼命。你除了在家里吃喝玩乐，还会干什么？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你1分钱也别想从账房支走。子成啊，雨薇也是一时口快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如今咱们沈家赚了钱，都是一家人，好商量，好商量。玉堂，这次多亏了你的主意，来多吃点。以后在沈家，谁要是敢给你脸色看，就是跟我陆子成过不。这一家子的骨气，在金钱面前真是不值一提。子成客气了，这不过是刚开始。玉堂，你可算来了！西洋参的尾款今天已经全部到账了，抛去之前的亏空，我们净赚了整整2万大洋。这一次，咱们下一步该怎么走？陆子成，西洋中的暴利不过是小打小闹，如今战局不稳，西洋药片才是真正的一字千金。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法租界教堂的手里压着一批刚刚运抵码头的西洋特效药片，急需变现。西洋药片那价格可不便宜啊，咱们手里的资金恐怕不够把那批货全吃下来吧。所以我们需要卖结业市下所有的店面，孤注一掷，全部换成这批西洋药片。接下来只要等成功出手后赎回沈氏，然后开办属于我们自己的药厂。不出1年的时间，我们就能超过目前租界最大的药商宋氏，成为这上海滩唯一的药业巨头。是吗？当然。子成，货已经订好了，接下来只要等神父通知提货就行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分配这些股份？既然如此，那你便没什么用了啊。子成，沈雨堂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蠢，你不会真以为我爱的是你吧？不可能，我能创造沈氏，我帮你赚这么多钱，你还沈以为他能带给你什么？他除了败家还会干什么？沈雨堂，沈氏用不到你了，你可以滚了。沈雨薇，谁让你来的？子超，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姐姐，你难道没发现吗？父亲早在3天前就已经把沈家所有的股份全都转到我的名下了。
也就是说，沈氏药业现在是我沈雨薇一个人的。你空有满腹才华又怎么样？到头来不还是在为我们夫妻两个打工？不，你们不能这么做。沈氏药业现在的这笔资金，西洋参的利润全都是我一个人创造的。那些店面是我卖的，西洋药片是我牵线搭桥的。你们不可以过河拆桥，不可以赶我走！为什么不可以？沈雨堂，你还记得上一次吗？上一次我们走投无路，跪在雨里求你的时候，你又是怎么做的？你还不是毫不留情的把我们两个人像两条死狗一样扔到了大街上。这一次轮到我们把你扔出去了。姐姐，我说过，这辈子轮到你流浪乞讨了。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们是怎么用你的主意发家致富，成为人上人的。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我也是沈家人，我是沈家的大女儿，我拥有沈氏的继承权。你们要是敢把我赶出去，我明天就去巡捕房，我去法院告你们，我要把你们的丑事全都抖落出去。告我们拿继承权？姐姐，你睁大你的眼睛看看，父亲母亲可不需要你呢。我们沈家没有你这种心术不正、败坏门风的女儿，滚吧！以后是死是活，都与沈家无关。拖出去。陆子成、沈雨薇，你们很快就会发现，你们压低价转卖出去的沈氏所有店铺都卖给了一个叫张之如的人。至于那个批所谓的西洋药片，你们很快就会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了。这一次我所做的一切，仅仅是为了拿到这封断亲书。现在的我终于和沈家毫无关系了。妈，你瞧瞧，这才是沈家大小姐该有的体面。沈雨堂那死丫头在国外待了几年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现在她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身上恐怕连买个馒头的铜板都掏不出来。说不定此时正缩在哪个天桥底下要饭呢。活该，谁让他心野了，连亲生父母都敢忤逆。他以为拿捏着那点刘洋的见识就能在沈家作威作福，还不是被我们子成耍得团团转。子成啊，这次可真有你，那丫头到死都以为你还爱着她呢，真是笑死人了。一个自以为是的蠢货罢了，要不是为了掏出他手里的底牌，让他心甘情愿帮我把沈氏的门店转产变现，我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。如今沈氏的所有资金都捏在我们手里，明天我就去教堂把神父手里那批西洋特效药片全吃下去，到时候这上海滩的药业就是我陆子成说了算。子成说的对，等西洋药片一到手，咱们沈家就能彻底翻身，把宋家都踩在脚底下。干一杯，咱们为沈家的辉煌干一杯！于堂，你呀，一回国就塞给我那么多钱，还一下子买下那么多店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别人得了钱都格外高兴，怎么你名下多了这么多资产，不高兴反而着急呢？怎么，如今白得了解放路和百货街黄金地段的10几家旺片，反倒委屈上了？你别打趣我了，你这些东西放在我这儿我都不安心。你可知道陆子成为了急于套现去买教堂手里那批货，把这些店铺的价格生生压了40%。我当时去谈的时候，他那副急不可耐的样子，简直就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。好了，别闹了。至于接下来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做。陆子成自以为占了便宜，却不知道那批所谓的西洋药片根本就是个催命符。我们的药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已经全部就绪，按照你留洋时带回来的配方和技术，实验设备已经秘密安装完毕，第一批原料也已经入库，我们随时可以开工。陆子成、沈雨薇，你们以为把我赶出了沈家，却不知道真正的清算才刚刚开始。子成，那个该死的神父还真是死要钱，居然一点价都不肯让。不过只要这批西洋药片一上市，咱们立刻就能把钱挣回来。妇人之见，神父那是急着回国才便宜了我们，这可是全爱他独一份的西洋特效消炎药，现在兵荒马乱的，这东西就是金子。走，回药铺，今天我们就把这批药和病人都求着我们沈氏。诸位别急，这可是我们沈氏花了大价钱从法租界教堂弄来的正宗西洋药，宋氏药业都没有这个门路。哎呦，慢几数，慢几数。子成啊，这药卖得太好了，一盒就要10块大洋，这简直就是抢钱啊！看着了吧，这就是商机。沈雨堂那个臭丫头还跟我谈什么开办药厂、自研新药，简直是书呆子气。有现成钱不赚，真是愚蠢至极。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轰动全国的新闻，国人成功研制抗生素，
打破西方医药垄断，光明药业正式成立，抗生素实现国产品牌大量生产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以前那进口药贵得离谱，咱们老百姓根本用不起，现在咱们自己也能生产了，可不是吗？报上说了，这光明厂的药效果比进口的还好，价格却只要进口药的1/3，真是利国为民的大好事啊！雨堂，你成功了！仅仅1个月的时间，凭借着抗生素的大量生产和专门供应，我们的光明药业已经迅速占领了整个江南市场。现在各大医院都在推定洋药，全部改用我们的抗生素。这只是第一步，我们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吃得起药，用得起好药。至于那些靠着发国难财、倒卖劣质洋药的蛀虫，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个该死的光明药业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他们的药为什么卖得那么便宜？那些大医院和药商以前天天求着我们供货，现在居然全都宁可违约也要退我们的西洋药片。子成啊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咱们为了这批洋药，可是把沈家所有的老底，连同所有的店铺都抵押出去了。现在的库房里还堆着几万盒西洋药片，要是卖不出去，咱们就全完了。哎呦，我的天爷呀，这可怎么活呀？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不该把那死丫头赶走，指望她还能出点主意呢。奸商，我儿子吃了你们的西洋特效药，不仅没退烧，你修了反而上吐下泻，现在人都快脱水没命了。陆子成、沈雨薇欺诈消费者，你们涉嫌销售假费者，并致使多人重伤甚至死亡。这是法租界工部局和巡捕房联合签署的逮捕令，带走。妈，救我不要！药是陆子成买的，不关我的事儿。我是实际股权人，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沈雨薇，合同上签的是你的名字，沈氏药业现在是你的，你想把责任都推给我，没门儿！你都是沈氏，你就给我退开！哎呦，我的天爷啊！这到底做了什么孽呀？咱们沈家彻底完了！妈，你快救我出去！这里面根本不是人质的地方，他们天天打我，不给我饭吃。妈，你快卖了宅子赎我出去啊！妈，只要把我赎出去，我一定能东山再起的！求求你们，快去找人通仇同荣吧！通荣？你以为我没去求人吗？以前那些巴结咱们的药商、巡捕房的关系，现在一听说是沈氏的案子，连门都不让我们进。王探长说了，要想保释你们，至少要交5万大洋的保证金，还要赔偿受害人的医药费。咱们家已经1分钱都没有了。时间到了，沈老爷、沈太太，考虑清楚吧。要是拿不出钱，等过几天正式开庭，他们两个要在里面关注一辈子。我们的家没了，以后我们住哪儿啊？难道真要去睡大街吗？哭，就知道哭！要不是你们那么贪心，非要逼着我买那批货，非要我赶走雨堂，我们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你们沈家就是个扫把星！陆子成，你这个白眼狼！我们卖了祖宅才把你救出来，你现在居然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！这种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陆子成，你不是说那批药能让我们发财吗？现在不仅沈氏药堂没了，连我们住的洋房都被法院查封了，每天都有债主上门。你这个废物，你快去想办法！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们沈家贪心，非要逼着我一次性把所有店铺都抵押出去，我们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吗？现在倒好，报应啊，真是报应！要不你去求求雨堂吧，他现在那么有钱，开着那么大的药厂，手指缝里露出一点都够咱们还债了。张先生，所有的手续都办妥了。从今天起，沈氏药堂所有的总店和分店资产都正式归入您的名下。合作愉快。陆掌柜，你想求的人恐怕不是我，是你，在背后买下了沈氏所有的店铺。陆掌柜，好久不见。是你设的局，你明知道那只是个火坑，你就故意要我们买。沈雨堂，你好狠毒啊！我是你的未婚夫，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和妹妹啊！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？狠毒，陆掌柜，比起你和沈雨薇之前伙同我对手陷害我，这点回击算得了什么？你就是最爱我的吧？陆子成，你凭什么觉得再来一次的我还会看上你呢？那晚上我看他怎么娘动他们处理跑了，还有书房里的那些画的吧，你怎么看出来？
如果不是你想利用我留洋学到的本事来恢复深藏母资，或者直接把我嫁去宋家做孝，他们从来不肯定我有未来价值。他们能在我的身上当场夺到多少，他们就会觉得我值多少。陆子成，你的戏演得很好，但你算漏了人性。在沈家，唯独没有亲情和真爱这两种东西。玉堂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都是沈雨薇那个贱人害了我。我们再来一次，这一次我求求你，我绝对不要再和沈雨薇有任何关系。我不要为了她放弃出国，我陪你一起去留洋，我们做一对恩爱夫妻。再来一次，只要再来一次，我一定能选对的。我不要出国，对，我要出国，我要去玉堂。沈雨薇那个扫把星，滚开，离我远点！这一次我一定能发财的，我是上海滩那个药业大亨。疯了，来人，拖出去，丢到大街上，别脏了我们的地。陆子成，你在这装什么疯卖什么傻？债主都堵到我们门口了，你快起来去赚钱啊！你不是说张之楚买下了店铺，你会去求他给你当掌柜吗？钱呢？沈雨薇，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娶的就是雨堂。现在的我应该是光明药业总经理。我是人上人，是你毁了我，是你毁了我的一生。意料之中，我们的抗生素纯度比西洋进口的高出2成，成本却只有他们的1/3。只要是个聪明人，都知道该怎么选。例如，通知财务将这笔利润30%分出来，成立一个国人医疗辅助基金，专门用来资助那些看不起病的穷苦百姓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于堂，你不仅救了沈氏药堂，更是救了千万个像曾经的你一样挣扎在底层的普通人。喂，要饭的，吃完了赶紧走，别在这儿挡着我们做生意。少瞧不起人了，等本掌柜的药厂开工了，我赏你1000。沈女士，恭喜你，我们的药不仅拯救了无数国人，更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。玉堂，我是你妹妹啊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呀，我们快饿死了。玉堂，是我呀，我是子成，我以前都是被沈雨薇这个贱人逼的，我心里爱的一直是你呀，求求你让我回药厂上班吧，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。桃儿，我的乖女儿，妈知道错了，妈当初是糊涂啊！你看在我们生你养你的份上，给口饭吃吧。治安维持好，别让捣乱的人进来。宋大少，只要能让沈雨堂消失，能拿回钱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光明药业的抗生素抢了我们宋氏大半的江山，只要你们咬定沈雨堂的抗生素配方是偷窃沈家的祖传秘方，我不仅放给你们2万自由，如何？没问题，沈雨堂那个贱人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跪在我们面前摇尾乞怜。钱，真的是钱，咱家有救了。子成、雨薇，你们真有本事啊！沈雨堂那个不孝女，既然她不给我们活路，就别怪我们当父母的心狠手辣。没生过她，沈家的东西就是沈家的，她凭什么一个人独吞？爸妈，只要这次在新药发布会上当众搞垮他，宋大少还会给我们更多。这一次，我要让沈雨堂把吃进去的加倍吐出来。姐姐，这可是你逼我们的，咱们新账旧账，发布会上一起算。雨堂，我们派去盯着宋家的人汇报，最近沈家那几个人和宋大少接触频繁，陆子成和沈雨薇甚至去了一趟巡捕房，似乎在密谋什么。我担心他们会在明天的发布会上对你发难。盯着他们这么久，他们终于舍得动网了。宋氏药业被我们逼入绝境，宋大少疾病乱投医，也只能找沈家这几条疯狗来咬人了。需不需要我调派保安，明天不让他们进场？不，让他们进来。要是不给他们一个万众瞩目的舞台，他们怎么能演得尽兴？我就是要在这场发布会上把宋家和沈家一网打尽。感谢诸位莅临，今天光明药业将推出新一代无副作用抗生素，彻底打破洋药的价格冰冷。大家别相信他，他是个小偷，他手里所有的药方都是偷窃我们沈氏药堂的祖传秘方。各位记者朋友，我是沈氏药堂的总经理陆子成。沈雨堂为了名利，不仅偷走了沈氏的祖传药方，还教唆外人逼迫我们变卖店铺。他不孝父母，不仁无义，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各位记者朋友，我是沈氏药堂的总经理陆子成。沈雨堂为了名利，不仅偷走了沈氏的祖传药方，还教唆外人逼迫我们变卖店铺。他不孝父母，不仁无义，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沈女士，请问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您的配方真的是取自沈家吗？我怎么收了你呀？拿了家里的秘方发财，却眼睁睁看着亲生父母饿死街头啊！大家来评评理啊！
这是我在国外留学和张志渠先生一起研究留下的西方医药研发手稿，上面有国际专利局就颁发的专利认证。至于沈氏药业，你们不是做中药的，什么时候做西药了？第二，关于不孝，诸位请看，这是由沈老爷和沈太太亲自按手印，族长作保的亲子关系断绝书。在法律上，我与沈家早已没有任何抚养和赡养关系。在上一次慈善大会我就说过了，看到诸位的记性不太好。宋大少口口声声说我们盗窃，那不如请解释一下，你们宋氏药业最近这笔巨额的来路不明的资金流向，以及只要你们咬定沈雨堂的抗生素配方是偷窃，我不仅给你们2万大洋，还放沈雨薇自由。宋大少，你竟然联合他人诬告竞争对手，简直太卑鄙了！执法同志，我们不仅起诉宋大少联合沈家伪造证据、诬告陷害、敲诈勒索，还要举报宋氏药业长期以来偷工减料，用工业废料代替药材的违法行为。所有的账目和证据都在这里。大少爷，我好不容易交够保释金，让你从监管处出来，船已经备好了去广州的，监管部门已经封锁了宋家，咱们再不走就走不掉了。沈雨婷，你给我等着！还有陆子成那2个蠢货，留下来给本少爷顶罪吧！天杀的宋大少啊！他自己拍拍屁股逃走了，却把几万大洋的假药赔偿全算在了我们头上啊！跟着这家人，我这辈子就彻底完了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沈雨薇对玉堂以前的卖我，只要我回去求他，现在这个月他一定会原谅我的。玉堂，我错了，我是被沈雨薇那个贱人蒙骗的，是沈家逼我的。你明明是喜欢我的，我很早就看出来了。我又做错了选择，玉堂，你相信我，下一次我一定会选择你，我再也不会抛弃你了。重来，让我们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满口胡言乱语，拖出去，别脏了沈董的地圈。沈董，宋氏药业以及华东区最大的3家药企，如今已全部并入我们光明药业旗下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是全国最大的医药集团了。真是我辈楷模啊！以后在华国医药界，沈女士说一，没人敢说二了。曾经你们以为我分文没有，想看我落魄，如今这上海滩的医药半壁江山尽在我手。想办法，必须想办法。那死丫头现在是全上海最有钱的人，咱们是她的亲生父母，凭什么住在这儿？爸妈，我去光明药业门口堵过他，连大门都没进去就被保安轰出来了。听说他现在天天和外商行业高层赴宴，根本不认我们。我找报社去，我就不信了，就算有断亲书哪又怎么样？打断骨头还连筋呢。他一个当女儿的，眼睁睁看着父母病死饿死，甚至唾沫星子不淹死他，咱们去曝光他。主编大人啊，你要替我们做主啊！那个光明药业的沈雨堂是个个人写的白眼狼啊，他逼迫父母抢占家产，现在发了财却要把我们生生饿死。又是你们这2个老赖！你们知不知道，我们报社最新引进的印刷机是沈雨堂女士全资赞助的？我们报社最畅销的专栏作家刘洋、文豪，全都是沈女士资助出国的。把这2位带出去！以后谁敢登关于沈女士的一句坏话，立刻卷铺盖走人！沈女士，当年要不是您匿名资助我出国深造，我早就死在街头了。如今我学成归国，研发出的新型制剂技术全部无偿入股光明药业，我们的命和学识都是沈女士给的。以后我们就是光明药业最坚实的后盾。玉堂，你当年在国外省吃俭用投下的火种，如今终于成燎原之势了。这些在各个领域闪闪发光的人才，都成了我们光明药业的股东。独木难成林，只有汇聚千万国人的智慧，我们的药企才能真正立于世界之巅。玉堂，前线战事吃紧，伤员太多，消炎药缺口极大。按照你的吩咐，这批抗生素全部以成本价供往前线。第一批3万箱已经装车完毕。运送途中必须保证温度和干燥，告诉带队的负责人，只要是前线需要的，我们光明药业不计成本，无限量供应。我们多生产1盒药，就能多救回1条同胞的性命。吃，就知道吃，娇生惯养了一辈子，临老了落到这个地步。那个死丫头如今成了救国英雄，天天在报纸上风光，我们却连1碗干饭都吃不上啊！玉堂坐轿车，去玉堂有肉吃。认命吧，妈，咱们就算死在这里，他也不会多看一眼的。他现在是天上的太阳，我们是地底下的泥。沈女士，这光明报的宗旨，开民智，兴实业，育外虎，真是一针见血啊！如今国难当头，用文字做武器，不亚于在前线杀敌。这是我们这一期关于医药救国和科学兴邦的专栏，请沈董过目。诸位的心意我都明白，光明报的使命就是要成为照亮国人前路的一盏明。知如，你看看，大作家们把我们的想法都写活了。药能医治国人的身体，而光明报能唤醒国人的灵魂。雨堂，你如今
也是创报救国之人了。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！隔壁那对租客今天又来催缴水费了，说再不给，明天就把咱们的行李扔到大街上去。我沈家以前在上海滩何等风光，如今竟然要受这等气！妈，您别嚎了，爸这病要是再不吃药，怕是撑不过这个冬天了。雨薇，你今天去光明药房排队，是不是见到那个丫头了？她是不是装作不认识你啊？真是个白眼狼！她现在坐着小轿车，穿得跟大富大贵人家的太太一样，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妹妹还有你爸爸，以及她要骗着闯打药房口闹，我让全上海滩的人都戳她的脊梁骨！画个大药厂，玉堂是我的大少奶奶，沈雨薇是个坏女人，我不娶。滚开！你这个疯子！要不是你当年贪得无厌中了沈雨堂的奸计，我们何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？都是你害了我们！挨打了，娶媳妇儿喽！玉堂娶我喽！哭没用，骂也没用。明天雨薇，你抱着孩子跟我一起再去一趟光明药房总店，就算是死，我们也得从那死丫头身上咬下一块肉来。大家快来看看啊！走过路过都来瞧瞧啊！这光明药业的沈雨堂董事长，表面上是个救国救民的大慈善家，背地里却是个不管亲生父母见死不救的啊！可怜我老伴儿啊！秦小鱼在里面日进斗金，却连治病钱都不肯赏给我们啊！真的假的？沈董真的是这种人？看起来不像啊，他平日里对我们挺好的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求求你们帮帮我们吧！我姐姐沈雨堂留洋回来发了财，就不认爹娘了，逼得我们变卖了祖债。如今我父亲瘫痪在床等死，我们不要他的钱才能赐一包药啊！两位，光天化日之下聚众造势，污蔑国家功勋实业家，你们可知这是要坐牢的？掌柜的，沈董，您吩咐。安排人去把沈父接去最好的医院，让最好的医生为他诊治，医药费记在我的账上。宝儿乖，不哭啊，妈马上就买到药了，吃了药咱们就不难受了。看到了一个和以前很不一样的妹妹。走吧，那些大作家还等着咱们去商议《光明报》这期的板块呢。这一期的科学救国专栏可全指望着你这位大金主定稿呢。我如今也是创报救国之人了。是啊，沈大小姐，以后这华国的光明有你一份功劳。玉堂历经诸多坎坷，深知一国之强盛不在于个别豪门崛起，而在于万千百姓之觉醒，万千子民之康健。从今天基金会将无偿资助全国100家平价医院，我们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吃得起药，看得起病，